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又入手了一个新的拍摄设备。我正好说一说我现在都手里用过什么样的拍摄设备啊。其实我现在手里面的拍摄设备还是以手机为主，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就拍一个这种视频啊，或者做这种自媒体的话，就最好的就是手机。我以前就是一个手机，然后配一个云台。我为什么配云台呢？主要是我老走着拍，然后走着拍的话已经适应了。如果不用云台的话，我几乎拿一个手机走路的时候就总是觉得不满意。它不是那种微抖，是画面没有流畅感。所以我觉得那个之前我都是用手机加云台，然后后来我添置了无人机，无人机当时添置了 mini 3 Pro，我买了一个全套的加保险8000多。我手机都是用的，反正苹果隔代我就换一个啊，都是用的 Pro Max 之类的，它那个摄像头拍摄像的功能是比较好一点的。无人机的话，其实我从无人机使用起来的话，没有太大的长进，就是能基本飞起来，因为无人机很智能嘛，一般人买过来之后呢，学那么1、2次就肯定能飞起来。然后那简单的飞行，包括它有一些自动的智能的功能，可以有一些这种特效的功能就可以了。但你要说飞得特别好，你得练，像开车一样，是吧？我老觉得那会开车的人的话呢，就是操控无人机的话，就长进更大一点。它有很多一些操控方法，我都不行。我到现在我觉得无人机的飞行技术没有特别大的长进，但是只要飞起来，你看到那些壮阔的景色，就觉得很棒了。就可惜这无人机，我感觉现在就是使用的频率越来越低啊。一个是比如北京我有时候没事飞无人机都不能飞，还有就是很多地方越来越禁飞，包括出国，我虽然都带着但是一般人多的地方我也不敢飞啊。一般景点很多都是人很多，我不太好意思打扰别人嘛。有些确实也不能飞，所以我感觉可能在国外飞的次数不是特别多。你包括在泰国，我去过2次都带着无人机的话，其实飞好像也就飞了那么4、5次吧，5、6次。在日本我就飞了好像1、2次，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时间飞。所以这个无人机我觉得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，它比较适合那些人迹罕至的大景色。如果以后比如我出国旅行的话，我感觉使用频率越来越低，包括国内，我觉得也是禁飞的地方是越来越多。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。然后就运动相机，运动相机的话呢，我当时买的大疆的 Action 2，Action 2的话，其实它那个有一些还挺方便的，我用过几次在东南亚的时候，后来在马来西亚那个就是丢了嘛，我还发了个视频。那后来回来之后呢，又补了一个3代。那我感觉呢，用的频率也不是特别高，因为它那个成像的效果肯定跟手机没法比，手机还是主打的。它那个我一般什么时候用啊？就是有时候潜水或者有一些那个运动型的，比如说我要骑个车呀，或者玩一些这种运动项目，我就拍过几次。另外有时候我就想那个不想拿自拍杆的时候，或者不想拿三脚架的时候，我想拍一个大声的，因为我像上手机的话，你要自拍摄像的话都是很大头，比我这个画面头还大，就不好看。所以我一般来说有时候就没有时间特别紧张的时候的话，我就拿那个自拍杆，它有一个延长杆，加上它本身是广角，我就可以拍一个大半身吧。就包括这次我在那个昨天发的这个雁栖湖的，就拿运动自拍杆拍了拍。但它有一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说夜景暗光不行，就是不能拿它当主力机。白天还可以，白天还不错，有人把它叫做阳光机，就白天可以拍，有阳光的时候拍特别好。但是再怎么着，它也比不了手机。主要是后来想出国再拍一拍的时候，这个手机总是觉得不是特方便。你拍的时候呢，就手机目标太大了，是吧？你在街上，特别像我想拍的好一点的话，还拿个云台，你就在这个街道然后怎么着，我总是觉得有点太扎眼了。像我这种性格就不太好意思拿这个去拍，所以我觉得少了很多生动有趣的画面。然后好多做自媒体的，我看了看他们都就是换了这种新的设备。后来我觉得也还不错，想试一试嘛，增加一些在国外拍摄的内容嘛。它比较小嘛，没想到就是，其实我去越南之前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去年我就想买一个，因为当时别人给我推荐了嘛，没想到还买不到，抢手买不到。后来去了越南，
回来之后呢，一问还是没有现货。后来去了一趟日本，北海道回来还是没有。我又不愿意那种预约排队嘛，我就一直拖。当时也觉得有一搭无一搭的，就买不到就算了嘛，就一直拖着没买。但是这次我觉得连着几次出去，我就觉得确实有点受限制。就是你如果拍纯风景，其实是受众还是蛮少的。你看那个国外的，你像我这种风光片当然可能日本是比较特别的。其实我拍其他地方的话，也不是说流量特别高。相反，你拍那些可能随便拿着这么一个小荧光相机在街上拍来拍去，拍个吃饭呀，拍个逛街呀，在街上走两街发表点议论呀，看的人蛮多的。所以它是可能很多人喜欢看一些日常的这种景观的东西，所以我说要不然我也买一个是吧，做一些内容的补充。正好这次回来的话，那天在网上一看，哎，正好有现货。如果没有现货，可能我又放弃了哈。所以正好我看这箱子买了一个，这个是大疆的 Pocket 3，就属于这种口袋相机，全能套装，加保险加一些小配件，加起来将近5000块钱，也挺贵的哈。我刚才拆下来看一看，这个就是最主要的，开机速度非常快，就把屏幕一扭过来，马上就开机，所以抓的还蛮快的啊。确实小体积有时候我这么攥在手里随便走谁也看不到，因为这屏幕在我这儿，是吧？他看不到是你在拍什么东西，所以在一些街道上甚至比如你逛个超市或者是在人比较多的地方，它就不显眼。运动相机都属于那种自带云台的，非常稳非常稳，就等于结合了手机云台和手机的功能，很小。而且我觉得拿这个拍照的话，手机呢你就可以解放出来了，是吧？查个东西看个东西不影响，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行。然后它有一些配件，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加了一块电池手柄，然后它续航时间又比较长，然后最主要的还有一个麦。你看我以前这个拍视频我几乎都没有麦，我后来在日本的时候用了一个麦，那100多块钱效果很差，就是它收不到一些自然音响，所以这个为什么买全能套？我觉得它本身带了一个麦特别好，而且通过蓝牙弄的，就往这一夹就行了，往这一夹，直接它就自动就接上了。我原来那个手机的那个麦的话，就这手机还得那口呢，还得插一个接收器，是吧？就特别麻，有时候有云台就打架了。还有一些这个保护壳它唯一的好像我看了看它，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想的，就是它没有广角。我其实还是比较习惯用广角的，一个是拍自然风光的广，你看我很多的视频都有很多的广角，很漂亮。还有就是说手机的话呢，就是自拍没有广角，所以我觉得特别不好。这个也是。这个你拍景色和拍自拍也都没有广角，就你拍出来，我的手持拍的人头还是蛮大的，但它有一个配件叫一个增广镜，稍微能把边缘变大一点。我试一试效果，到时候就这么一个东西，就是4000多整个加起来吧，包括保险，一共加起来将近5000块钱吧。基本上它可以比我现在用的手机说拍的还要好，特别是晚上拍夜景、拍暗光，我那个苹果手机有时拍夜景比较亮还行，但暗光也不行。这个是拍暗光比较不错。缺点呢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广角一个是拍风景可能差一些，另外一个自拍也是大脑袋。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就是现在用了这么一个运动相机上的延长杆，倒可以接上，到时候不行就这么拍呗。因为毕竟自拍的镜头不是特别多，是吧？偶尔拍人少的时候举一大杆说2句话就行了。一会儿出去试一试，现在晚上了，我出去试试拍夜景，然后再出去玩的时候把一些功能试一试。哎呀，骑车看看通州这边的夜景，这个还不错耶，这个暗光下，现在其实已经黑天了。那高楼，
这个拍出来天是蓝的，其实是很黑的。那有荷花吗？你看这相机显得很小，但这个镜头很好。荷花。很远的地方有个塔，那个在大运河边上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。这个不通，应该不通这个路。这个就进这个公园了，这边都属于大运河的风景区了。你看，看看这个塔去。哇，真漂亮！这个就是通州的燃灯塔。这个塔有年头了，这个在清朝的时候重建的，清康熙37年重建。这个也算是运河的4大名塔。大运河的4大名塔，除了这个通州这个燃灯佛舍利塔，还有杭州的六合塔、扬州的文峰塔，还有临清的舍利宝塔。这个塔应该晚上关了。这个塔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这个塔是13层，13层的塔，高有大概50多米吧，还是蛮壮观的。哇，这个光一打还蛮漂亮的。晚上关门了。这个塔的历史比天安门还要早800年。排队，服从管理，不拥挤，不打。围着这个小湖走了一圈。通州这边的大运河景区可能算5A 了吧？现在5A 景区。但是好像这个涵盖的面积很大，这边这个燃灯塔附近的可能算是大运河景区的一部分。明天去另一个地方，那个北京通州那个北京的城市图书馆，还有一个大运河博物馆。大运河博物馆那边现在正好有一个三星堆的展览。好了，今天主要是试一试这个夜景。明天去大运河博物馆，带大家看一下那个三星堆的展览。